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？在中文里，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是我觉得。有个中国的明星在真人秀的节目上说：“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”这种霸道的表达方式有时候不太合适。今天我们来看，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除了我觉得，还有什么词呢？接下来要说和这位熊猫朋友周末出去玩的故事。其实，经常一起出去玩的朋友，总有一个人负责做决策，比如吃什么、住哪儿。其他人呢，通常不会提出意见。今天我们的熊猫朋友想法就比较多，打电话邀约。喂，你这周末干嘛？周六要加班，周日没安排。那周日我们去小花园看荷花吧。在哪儿？那这个字的意思是那么，但在口语里，我们说那，然后说自己的想法。比如，那我们晚上吃火锅吧。我牙龈发炎了。牙龈，这里就是牙龈。那明天再吃吧。那明天再吃吧。不远啊，就在市里。不然我们去郊区吧，去采摘怎么样？不然这个词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比如，不然我陪你去趟医院吧，一直发烧可不行呀。不然我陪你去趟医院吧。不然这顿饭我来做吧，你去休息一下。不然这顿饭我来做吧。这种表达方式是非常有礼貌的一种试探。不然这两个字说完稍微停顿一下。不然我来帮你吧。有些人喜欢在前面加个要字，其实是一样的，个人表达习惯而已。比如，要不然我来帮你吧。要不然明天不去上班。像这样的表达是经过了思考，想过了才说的个人意见，非常有礼貌。还可以用来表示转折，比如打雷了就别出去，不然挺危险的。蛋糕得快些吃，不然会坏的。表示转折的时候也一样，可以加要字，也可以不加。比如，最近天天下雨，把衣服烘干吧，要不然会发霉的。要不然会发霉的。好，我来说一下发音。在中文的表达中，一句话里有逻辑重音，意思是一句话中总有要强调的一个词，那个词呢就可以说得重一些。比如，不然我来帮你吧。帮这个字在这句话里就是必须强调的词，这种就叫做逻辑重音。还有，不然这个词说完，如果稍微停顿一下，就是在试探的问我能不能帮你啊。如果不停顿，听起来就显得觉得别人做的不好，稍微不耐烦。但是想赶紧解决问题，你听一下，不然我帮你吧。不然我帮你吧。感觉好着急啊，不信任别人能做好。好，我们回到和熊猫朋友出去玩的故事。可以啊，最近好像桃熟了，去平谷吗？或者找一条路线能路过荷花塘那种，然后到平谷行吗？或者这个词的意思是提供另一项选择，也是非常有礼貌的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在工作的场合中也经常使用。比如设计师画图画了3天，想让他再改改，就可以说或者再加上什么什么会好些，或者这里再改改，
改成什么什么样。应该是可以吧，在同一个方向就行，稍微绕一下也问题不大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有蟠桃的农家院自带池塘，养了荷花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种表达方式也经常用来在网上调侃和陌生的网友开玩笑？比如我昨天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健身博主，他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分享，知道车上的遮阳挡板可以转过来挡住侧边的太阳光，这样就是兴致勃勃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因为他是那种直率开朗的性格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无知的时候，就算是生活里最基本的常识不知道也很正常呀。我就点开看网友给他的评论，有人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只有你不知道，然后加了一大堆表情。在网上表达我们就很喜欢加表情。这句话有没有一种可能看起来也非常小心翼翼？小心翼翼的意思是非常谨慎、小心，丝毫不敢疏忽。比如说折纸，这样就是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的把它叠起来，对齐。再比如和朋友说话，就不用小心翼翼，因为放轻松，大家都自在。好，我们回到和熊猫朋友出去玩的故事，但池塘不会太大吧？那我们分头搜一下，晚点再联系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先说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加上怎么样。比如附近新开了家火锅店，去尝尝怎么样？你热吗？我把空调打开怎么样？今天我讲了2个成语，兴致勃勃、小心翼翼，还讲了5个我觉得的其他表达。那不然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怎么样？我还说过有关很字的其他表达方式，你感兴趣可以看一下，扩充单词量啊。好，下期我会继续讲和熊猫朋友出去玩的故事，拜拜。